据菲律宾广播公司 CBN 的消息称，近日该机构的记者以看看菲律宾渔民的生计是否受到中国的影响为名，在靠近菲律宾西部岛屿省巴拉望的地方租赁了一艘菲律宾渔船，在采访途中却被解放军2艘载有导弹的船只驱赶。对此，该记者认为这是一次针对民船的军事行动。从该记者的行为中可以看出，菲律宾方面对于牛轭礁的主权问题还不死心，未来中菲关于牛轭礁的纷争将再起争端。截至目前，关于中国海上民兵船只这一问题上，菲律宾国防部防长已2度发声，妄图以造谣、胁迫等方式要求中国渔船立即离开牛轭礁。虽然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早就发表了声明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海上民兵船只，中国渔船因受天气影响而留在牛轭礁避风，但菲律宾仍然无视中方的解释。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不愿做太多的无谓努力，因为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没有侵犯他国领土的问题。中国渔民将船停靠在中国本土避风，菲律宾方面无权也没有理由要求中国渔船离开牛轭礁。所以说，菲律宾现在的做法无一不是想要挑起中菲之间的冲突。那既然菲律宾方面如此的自不量力，那中国只好派出导弹快艇去维护当地的秩序了。据了解，此次菲方记者看到的船只是我军的022型导弹艇，该型导弹艇吨位虽小，但却五脏俱全，其主轨采用了隐身设计，配有搜索雷达、导航雷达、数据链等一系列的先进系统，而且其舰桥的顶部还配有光电射控系统，再加上其航速高达50节，可以说在南海就没有一艘它赶不上的船，而且它的火力也不容小觑。除了小口径的自动机炮塔以及4连干扰弹发射装置之外，它还能装上8枚鹰击83反舰导弹。要知道的是，这些火力武装都相当于某些国家一艘驱护舰的火力了，火力猛加上速度快。如果该型导弹快艇采用狼群战术的话，那在南海地区其威慑能力将比航母更有效。所以此次我军022导弹艇重现南海后，也引发了我国网友们的热议，认为022导弹艇这一中国海军中的平头哥，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向菲律宾方面宣告我要出手了。近日，印度媒体报道，在中印两国进行第11轮军事会谈期间，美国就闹出了一场幺蛾子，派海军第7舰队直接强行闯入印度的专属经济区，甚至美军还嚣张地表明，这是在未曾和印度进行沟通的情况下，美国海军一次符合自由航行和国际法的行动。从这个举动来说，美国可谓是自大至极，完全就不把印度当人。而且这次自由航行选择的时间，还是在中印第11轮军长级会谈期间，不就是因为中印双方在间隔2个月后才开展的，以双方就目前拉达克剩下地区的撤兵达成共识为目的的会谈。这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戳到肺管子。毕竟印度可算是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一大支撑力量。但是如今一旦这次会谈中印双方达成共识，那么美军之前拉拢印度做出的努力就全部白费，更不用提再让印度继续牵制中国。所以美国干脆就用了自己最拿手的好戏自由航行，不仅能锻炼自己部署了军力，还膈应了对方，着实是一石三鸟之计。以至于印媒在报道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对此表示，此次美军无疑是对印度的挑衅，并且一边让印度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在印太地区对中国挑衅，一面在印度专属经济区自由航行，这完全不把印度放在眼里。印度还真的是双标得很。美国近些年在中国专属经济区自由航行和自由飞行还少了吗？军机离中国领海最近的时候更是不到50公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对美国的所作所为一声不吭，如今疼到自己身上，才晓得感同身受。其实这样说起来，这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中都属于挑衅行为，更何况美国这回把自由航行使在自己找来的盟友身上，其心思原因是真的很好猜，毕竟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次美国为什么在中印会谈期间毫不犹豫地直接到自家盟友的专属经济海域自由航行，为的就是给印度施加压力，让那个印度继续看美国的脸色过日子，敲打印度，打乱中印双方在后续合作上的可能性，不让手里握着的这张印度牌白费。那么对于美国这样的霸道行为，印度将会如何回应？会不会和美国闹掰呢？目前虽然印度官方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说，美印不会闹掰，印度甚至连个气体都不敢放出来。不过暂时不敢，不代表以后不敢。目前印度和美国部署在亚太的一圈小弟关系都不咋样，如今更是和美国有了隔阂，到时候说不定印度就是转向美国的一把利剑。
4月7日，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打算解除部分对伊朗的制裁，并分步恢复伊核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他们正在准备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美国重新回到伊核协议，其中包括取消与协议所不符的制裁。此前，美国就与伊朗就重返伊核协议进行了谈判，只不过当时的谈判并不顺利。当时由于伊朗的核专家被刺杀身亡，作为报复，伊朗宣布他们将开始生产20%丰度的浓缩铀。而对于这件事情，美国并不同意。美国希望伊朗取消这项政策，双方再进行谈判。而伊朗方面则认为，美国必须要先取消对伊朗的严厉制裁，然后双方再进行谈判。当时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条件，再加上中东地区事件频发，导致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不过现在美国率先退了一步，看来伊核协议还是可以有进展的。只不过在同一天，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从今年年初开始，伊朗已经生产了55千克20%丰度的浓缩铀。在去年，伊朗通过的法案规定，将可以每年生产120千克20%丰度浓缩铀。但是看伊朗现在的产量，他们已经远远超过自己所定的目标。路透社援引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鲁兹·卡马尔文迪称，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伊朗就生产了55公斤20%丰度的浓缩铀。伊朗的生产率提高了40%，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可以在大约8个月内就达到他们1年的目标120公斤。目前看来，对于这件事情，美国已经接受，因为同样是在同一天，美国同意从伊拉克撤出所有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和由美国主持下运作的外国战斗部队，但是还有一个国家依旧对伊朗步步紧逼。以色列可以说是中东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拥核国家，所以他们绝不会允许中东地区出现第二个拥核国家。因此，以色列对于伊朗生产浓缩铀的计划非常反对，甚至声称，即使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也在考虑向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并且以色列经常以摧毁伊朗军事资产为借口，对叙利亚进行空袭。在4月8日，叙利亚再次遭到以色列空袭。多年来，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与伊朗有关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数百次袭击，只不过以色列很少承认，或者对他们进行讨论。目前看来，美国对于伊朗生产浓缩铀的事情已经退步，美国确实不再打算管。那么如果以色列坚持的话，那么以色列就只能单枪匹马与伊朗进行对战，那以色列与伊朗最后的结果或许会是两败俱伤。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日前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在菲律宾海与美国海军驱逐舰进行了近距离接触。该消息是从美国海军官方公布的一张照片中曝光的。照片中的2名美军军官为马斯廷号驱逐舰的指挥官罗伯特和查理德。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们正在导航室里监视海面接触情况。毫无疑问的是，此次辽宁舰同美国马斯廷号驱逐舰碰面是有史以来头一遭。不过在不少专家眼中，这却是一场早有预谋的碰面。最初在辽宁舰航母编队南下的时候，就有不少专家在节目上公开表示，中国航母和美国战舰很可能会相遇，因为美国一再的行动让中国必须表态，警告美国人不要再硬闯南海专属经济区，不然必要时刻中国海军可能会来硬的。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中美军舰相争后，倒霉的却是印度人，因为在马斯廷号在被辽宁舰堵了个正着的时候，同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美舰约翰保罗琼斯号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直直地闯入了印度的专属经济区拉克沙群岛。而且美国海军还在声明中冠冕堂皇地说明了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在印度专属经济区内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的理由，即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此没有必要与印度协商。对于这一态度，印度前海军总司令阿伦·普拉卡什上将气得当场发推称，这是不对的。自由航行行动是美国在南海向中国发出的信号，但第7舰队是要向印度发出什么信号呢？美国和印度不是已经建立起了准盟友关系吗？毫无疑问，在这位前印度海军上将的感情中，无法接受这种背叛。分析认为，尽管未事先征得印度同意，但美军在行动前是否告知了印度的相关部门仍未确定。毕竟现在印度官方现在并没有表态，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发公告称美军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前已经通知了印度的相关部门。然而无论告知与否，当下印度官方都处于被动地位。虽然国内的舆论群情激愤，但官方必然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去破坏日益加强的美印关系，而这种态度只会让美国人得寸进尺，直至美海军在印度洋的自由航行成为常态。